亚飞、颜如玉、慕容婉三人此时看向楚风，目光皆是有些复杂。毕竟他们与楚风之间的关系本就有些复杂，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当年有何恩怨，如今他们三人看楚风的目光中都没有仇恨可言。好久不见啊！短暂的沉默后，倒是楚风率先开口了。只是楚风开口之后，这三位竟然双眼一红，随后扑通一声，这三位竟同时跪在了地上。你们这是干嘛啊？见状，楚风赶忙上前将三人搀扶了起来。楚风，谢谢你为我们做的事。而颜如玉三人却依旧满眼的感激。我并没有做什么啊。楚风则是有些茫然。楚风，我们都知道了，若不是你，我们不可能做回本来的自己，更不可能有这样的机遇。颜如玉三人用那感激的语气说道。随后经过一番简单的交谈，楚风才知道为何颜如玉三人对自己会如此感激，原因竟是那恐怖存在。恐怖存在已经正式收他们三人为弟子，并且恐怖存在还与他们说了，之所以愿意赐予他们力量，又愿意收他们三人为弟子，乃是因为楚风。总之，明明带给他们三个改变的是那恐怖存在，但那恐怖存在却将这个功劳送给了楚风。虽然楚风也不知道恐怖存在为何这样做，但毋庸置疑的是，这对颜如玉三人而言，楚风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又有了极大的改变。毕竟他们都是修武者，他们也都渴望力量，可以他们自身的天赋不可能有今日成就，尤其是眼下他们身体内拥有着来自远古时期的强大的力量，若那力量觉醒，他们的天赋将彻底发生蜕变，未来成就不可想象。而在他们看来，此等恩惠简直就是再造之恩，自然对楚风感激不已。你们不要误会，我与那位也不熟，你们由此改变与我其实没有关系，你们要感谢要感激，也是要感激那位。楚风对他们三人本就心中有愧，虽然一直想弥补他们，但却始终没有真的做过什么。而如眼前这样的功劳，楚风更是不敢冒领，否则他会心中不安。但无论楚风如何解释，颜如玉三人却都没有任何变化。他们三人始终认为，若不是楚风，那位存在不可能帮他们，一切功劳都是楚风。他们是因为楚风才会有如此蜕变，才能成为疾风列族的公主殿下，才有了未来可期的人生。而楚风知道颜如玉三人体内的力量觉醒是需要引导的，所以他们三人未来必然会继续留在疾风列族之中。但那位存在已经许诺，待得他们体内力量觉醒后，可以随时离开此地，没有任何人敢阻拦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想做什么，想去哪里都可以。而楚风更加好奇的是，那位恐怖存在究竟给予了他们三人怎样的力量。于是楚风终于问道，你们三人体内的力量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个我们也不清楚，只是他目前尚未觉醒，若是觉醒之后，我们必将蜕变。虽然颜如玉三人没有给予楚风明确的答案，可是说这番话的时候，他们三人却都是一脸的期待，甚至为之兴奋起来。尽管他们也不知道那体内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可看他们那期待的样子就知道，那力量若是觉醒，必然非同小可。之后楚风又与三人聊了一阵子便离开了。见到他们三人没事，反而得到了如此机遇，楚风已然放心。但不明真相的牛鼻子等人还在担心着楚风，所以楚风必须尽快找到他们，让他们放下心来才行。与牛鼻子老道等人汇聚后，因那恐怖存在不让将他的事情泄露，所以楚风没有提及那恐怖存在的事，但还是大概将颜如玉三人是得到了机遇并无危险的事告诉了牛鼻子老道等人。而至于牛鼻子老道等人，其实并不关心颜如玉三人，他们来此只是为了帮助楚风罢了。见楚风安然归来，他们也就放心了。不过汤臣大师也是有一些事想找牛鼻子帮忙，所以他们便先回到了七阳山脉。只是当他们来到七阳山脉外的时候，却发现了两道身影。原来是有两个客人来此处拜会楚风，那便是伏魔少羽、伏魔仙儿。看到他们兄妹二人，楚风虽然惊喜，但更多的是意外，因为楚风明明没有与他们说起过七阳山脉之事，楚风不知道他们兄妹二人是如何寻到此处的。楚风等人不想引起旁人注意，本来是隐藏状态，但是看到伏魔少羽和伏魔仙儿之后，楚风却是赶忙露出真容，且飞落而下。楚风兄弟，你真的来了，比我预想的可要快啊！看到楚风露面，伏魔少羽一脸的高兴。少羽兄，仙儿姑娘，你们怎么来这里了？你们是如何知道我会到这里的？楚风直接问出了自己的不解。这你就不用管了，我们好歹是伏魔一族，想要找一个人还是有我们独特的手段的。伏魔少羽说道。而见对方这样说，楚风也不再多问什么，不管伏魔少羽是如何知道楚风会来这里的，反正他可以确定伏魔少羽是信得过的人。楚风小友，叫你的朋友进去说吧。楚风耳边传来了汤臣大师的声音。这七阳山脉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但既然是楚风朋友，他们自然非常欢迎。而汤臣大师开口后，楚风也是邀请伏魔少羽以及伏魔仙儿兄妹二人进入七阳山脉做客。可谁曾想，伏魔少羽却是摇了摇头。楚风兄弟，七阳山脉我就不进去了，我来此处就是想再见你一面，正式与你告个别。伏魔少羽说道。正式告别？少羽兄，你们要去哪里？楚风问道。还没确定，反正是决定离开圣光天河了。伏魔少羽说道。离开圣光天河吗？楚风有些意外，他本以为伏魔少羽他们会多了解一些圣光天河，然后再修炼一番，毕竟就算到外闯荡也需要足够的修为。当然楚风会这样想，那是因为楚风不知道，其实伏魔少羽和伏魔仙儿不是兄妹，就连姓氏都是假的。他们其实来自强大的仙海鱼族，分别叫做仙海少羽和仙海仙儿。楚风对他们二人的了解还停留在二人伪装的身份之中。世界那么大，总归要去看看。我伏魔少羽要闯就闯最强横的天河。楚风兄弟，以你的天赋，早晚也是要离开这里的。修武界虽然很大，浩瀚无边，但我觉得我们必然还会再见。你知道我为何有着如此自信吗？
伏魔少羽拍着楚风的肩膀说道：“为何？”楚风也是好奇的问道：“因为修武的境界终有顶点，但能够爬到最顶峰的，终究是极少数的人。我觉得我可以，而楚风兄弟你也可以。到了那等境界，我们要去的地方也是相同的，岂有不遇之理？”伏魔少羽说道：“这么说，倒也是。”楚风不可否认，伏魔少羽说的的确有些道理。虽然楚风自认为现在的自己很是弱小，尤其是刚刚在缥缈先锋远古区域内见过了那恐怖存在，更是认识到了自己的渺小，但楚风却也有着这个自信，终有一日他楚风会登上修武境界的顶峰。伏魔少羽表达来意之后，并没有闲谈太多，便带着伏魔仙儿离去，而楚风也没有想太多，而是随汤尘大师等人回到了七阳山脉之中。但楚风不知道的是，其实伏魔少羽他们并未真的离开，而是悄悄的与躲在暗处的姑苏大人会合。少主，您真的要开启它？此时姑苏大人看着仙海少羽手中那黑色的黑子，眼中充满了不安。这个盒子乃是远古时期的物品，本已被圣光一族所得，是仙海少羽从圣光一族那里抢过来的。但这盒子非同小可，想要开启它可不容易，若是强行开启，更是极其危险。甚至为了确定这盒子强行开启的危险性，他们还从特意找到了洞察天师进行预言，而那预言的结果也很不乐观。而这个盒子之所以让仙海少羽如此感兴趣，自然也是有着原因的。在他们的天河就有关于这个盒子的传说，这个盒子乃是远古之物，据传闻这是远古时期的一位超级强者，集天地能量以及诸多天才地宝打造而成，能够开启这个盒子的人，必然是可以踏入修武界最顶峰的人。至于这其中究竟有何宝物，那就不得而知了。而仙海少羽他并不关心这盒子之内是否有至宝，他是想通过这个盒子来确定他是不是那个可以站在修武界最顶峰的人。姑苏前辈，你就不要劝我了，我来到圣光天河为的就是他，我很想试一试我仙海少羽的天赋到底能够走到哪一步。仙海少羽说道：“少主，您不是一个信命的人，不该迷信于此。”姑苏大人说道：“这不是迷信，而是真正的考验，若要经受住他的考验，靠的可是真材实料。”仙海少羽说道：“少主的天赋已得到全族认可，真的没必要冒如此风险。”是啊，少主大人，姑苏大人说的极是，您的天赋已不需要进行测试，真的没必要。姑苏大人仍想劝阻，就连仙海仙儿也是开口劝阻：“不要再劝我了，你们也拦不住我，与其劝我，倒不如帮我一个忙。”仙海少羽说道：“少主是何事？”姑苏大人问道。仙海少羽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将一张符纸从怀中取出，递给了姑苏大人。“少主大人，您这是何意啊？”看到这张符纸，姑苏大人则是更加慌了。这是生命符，能够感受到仙海少羽的生命气息，知道我为何要在这里开启它吗？仙海少羽问道。而无论是姑苏大人还是仙海仙儿，都是摇了摇头，他们不明白仙海少羽为何选择在这里开启这盒子。倘若真的我扛不住这盒子内的力量，这里有人可以救我。仙海少羽说道。少主大人，您怎能相信那两个界灵师？他们只是掌握了龙变之感的圣袍而已，对于此物根本无可奈何。姑苏大人说道。因为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牛鼻子老道和汤尘大师。然而仙海少羽却是摇了摇头，说道：“能救我的人可不是他们，而是楚风。”楚风。听闻楚风二字，仙海姑苏和仙海仙儿虽然有些意外，但却也都能够理解，毕竟他们也都知道，这黑色盒子虽然厉害，可是它与天赋相关，楚风的天赋他们二人也都是认可的。楚风虽然如今修为还并未成长起来，可是他的天赋却不可估量，开启此物需要的就是天赋，并且可以共同承受。假如我独自一人遭遇危险，楚风可以帮我承担，不过前提是当我生命刚刚遭到威胁之时，就应该叫楚风帮忙，如若不然可能会来不及。仙海少羽说道。少主大人，那我进入其中是否也能分担？仙海仙儿说道。仙儿，你的天赋自然不错，但若来开启此物还是差了一些，所以你可莫要进来，否则实在太过危险。仙海少羽说道。少主，那您为何不从一开始就叫楚风与你一同开启？仙海仙儿问道。我之目的本就是对自我的一个挑战，若是从一开始就叫楚风帮我分担，那就失去了意义，叫楚风帮忙乃是无奈之举，我个人是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的，但我也不想真的因为挑战此物而死，以防万一吧。仙海少羽笑道。对了，姑苏前辈，若是去找楚风，您务必告诉他，挑战这盒子的危险性，可不能骗他进去。仙海少羽对仙海姑苏说道，而他此话之意已经非常清楚，要让楚风知道，挑战这盒子是可能会丢掉性命的，进或不进的权利还是交给楚风自己保管。若是楚风不想进去，仙海姑苏也不可勉强。姑苏前辈，您一定答应我，若楚风不愿意，可切勿勉强他。仙海少羽再度嘱咐道。之所以特意这样说，乃是仙海少羽了解仙海姑苏，他知道仙海姑苏为了他的安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但在他看来，若是楚风不是自愿进去帮他，就算进去了，也是无济于事。属下明白。对于仙海少羽这个请求，姑苏大人倒也是应下，他明白仙海少羽所想。可是少主，若是姑苏大人去请楚风，那我们岂不是就暴露了？仙海仙儿问道。若真的走到了那一步，话到此处，仙海少羽看向姑苏大人。姑苏前辈，你不用与楚风解释，回头我会向他解释。仙海少羽说道。随后仙海少羽便开始强行开启那黑色的盒子，而他开启的方法很是特殊，运用了诸多特殊的至宝。因为这黑色盒子若是开启，会引起极大的动静，他需要将这动静转移到天外，不能让它动静发生在这轮回上界。毕竟他已经知道轮回上界内隐藏着不少强大的生物，就比如那遮蔽虚空的恐怖存在，若是将那位吸引来，那就不知是福是祸了。毕竟在利益面前，武者皆是会露出贪婪的一面，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那黑色盒子终于成功开启。只是开启之后的黑色盒子究竟是何模样，仙海姑苏与仙海仙儿皆不知晓。因为那黑色盒子开启之后，只留下了一道结界门，黑色黑子的力量究竟如何，只有踏入其中才知晓。可仙海少羽不允许仙海仙儿踏入，再加上有年龄限制，姑苏大人更是想进去都是不行。可那黑色盒子的结界门看上去极为恐怖，哪怕只是那结界门，就给人一种极为不安的感觉。仙儿，你拿着这个，若是不妙，立刻进入其中，帮助少主大人承受那力量。记住，不能等到少主的生命符出现危险再进去，只要稍有波动，就立刻进去。仙海姑苏将仙海少羽的生命符递给了仙海仙儿。姑苏大人，您要去哪？仙海仙儿其实已经猜到了，他乃是明知故问，自然是去找楚风。仙海姑苏说道。可是姑苏大人，少主不是说不到非不得已，不可去找楚风吗？仙海仙儿问道。糊涂，少主的命重要，还是这些规矩重要？仙海姑苏问道。仙儿明白了。仙海仙儿妥协了，因为他也觉得仙海少羽的命更重要，哪怕违抗仙海少羽的命令，最多遭受责罚。实际上仙海少羽的性格很少会责罚人，最多也就是责骂。可若真的遵从这些规矩，使得仙海少羽丢了性命，莫说族长大人怪罪，他们自己也不会原谅自己。仙儿，记住，只要少主大人的生命符稍有波动，就立刻去进去。仙海姑苏再度凝重地提醒道。姑苏大人放心，仙儿定然照做。仙海仙儿保证道。随后仙海姑苏便进入七阳山脉去找楚风。七阳山脉的守护结界其实乃是汤臣大师亲自布下，可哪怕是汤臣大师的手笔，却也根本挡不住姑苏大人。此时楚风正与汤臣大师、牛鼻子老道、袁术、于婷等人聚在七阳山脉的禁地内，可忽然一道身影落入其中，这引得汤臣大师与袁术的极度警惕。而看到这位来者之后，就连楚风也是一脸吃惊。前辈，是您？您怎么会？看到忽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仙海姑苏，楚风甚是意外，毕竟不明真相的他还觉得仙海姑苏乃是少羽与仙儿的奶奶，在他印象中，这位老前辈本不该出现在此地才对。楚风，少羽有难，需你相助。而仙海姑苏出现后，二话不说，抓着楚风的手腕，就要带楚风离开此地。站住！你是何人？见此情形，汤臣大师便立刻释放出自己的威压，想要阻拦。毕竟他可不认识仙海姑苏，对于这样一个陌生人，他自然不能眼睁睁的就看着对方将楚风强行带走，莫要找死。然而当汤臣大师施展威压之后，仙海姑苏则是目光转冷，只是看了汤臣大师一眼，汤臣大师便脸色惨白，愣在了原地。虽然仙海姑苏没有释放出一丝威压，可只是这道目光便让汤臣大师心中没了底，只是一眼就让他意识到他与对方有着极大的差距。而就在他愣神的功夫，仙海姑苏与楚风已皆是消失不见。前辈，究竟发生何事了？途中楚风终于还是忍不住问道。楚风，少羽他有难了，要你才能帮他。我长话短说，他挑战一物，挑战那物要看天赋，天赋强者方能挑战。他现在已经在挑战了，可情况却并不乐观。这种时候需要有人与他共同承担危险，你天赋很强，可以帮到他。姑苏大人倒也没有隐瞒，将事情的经过告知了楚风。而二人交谈之间，就已经来到了那盒子入口的地方。只是此时原本把守在此处的仙海仙儿已经不见了，但却将那道仙海少羽的生命符留了下来。糟了！看到那道生命符，姑苏大人脸色大变。他去找楚风原本就是为了以防万一，可是现在那道生命符上面却已经有了变化，仙海少羽的生命已然遭到了威胁。至于仙海仙儿，更是不用说，他必然是发现仙海少羽遭遇不测，所以进入区中去帮助仙海少羽承担其中的力量去了。前辈，进入这里面对吗？楚风看着那道结界门，对仙海姑苏问道。对，就是那道门。仙海姑苏说道。好。楚风此话说完，便向那结界门内走去。楚风，等一下！忽然，仙海姑苏开口道：“前辈还有事？”楚风问道。此时仙海姑苏有些犹豫，但他很快还是做出决断。楚风，我必须如实告诉你，那里面非常危险，但具体那力量有多强，也是无法估量。你进入其中，有可能与少羽他共同承受力量，你们都安然归来；但也有可能，你进入其中也无法承受那力量，那样一来，你也会死在其中。仙海姑苏终究还是告诉了楚风那里面的危险性。放心吧，前辈，我一定会将少羽兄安然的带回来。然而，对于仙海姑苏的一番话，楚风却是淡淡一笑。而此话说完，楚风百年身形一转，已是踏入那道结界门之内。看懂楚风明知危险，却也毫不犹豫的选择。仙海姑苏恍然明白，为何仙海少羽如此相信楚风，甚至为了帮助楚风，愿意冒那样的风险了。楚风穿过那道结界门，他竟然进入了浩瀚星空之中。这不是世界，而是浩瀚星空。而在浩瀚星空的顶端，恐怖的力量宛如无尽的乌云，遮盖住了整个头顶。那力量之中，有狂暴的雷霆，有汹涌的飓风，有炙热的火焰，三种力量，个个都极为恐怖，如同亿万猛兽汇集而成，在楚风头顶咆哮盘旋。只是进入楚风就感受到了极大的压迫感，那压迫感正是自头顶落下。可是那股力量虽盘踞于头顶，却又如同漩涡一般旋转。楚风能够察觉到，此时从头顶落下的压迫感不过是最弱的力量，越是在深处，那力量便越恐怖。楚风眼下看不到伏魔少羽的身影，但却看到了伏魔仙儿的身影。此时的伏魔仙儿正艰难地向那恐怖的漩涡深处行去。虽然他只是靠在外围，但那力量已经开始从天而降。狂暴的飓风从虚空落下，如猛兽一般，不断地对伏魔仙儿进行捶打。伏魔仙儿左右摇摆，连站都无法站稳，甚至一个不慎便被那力量压迫地趴在了地上。但他却会立刻站起身来，
立刻向前行去。此时的伏魔仙儿已是遍体鳞伤，可是他还尚处在那漩涡的外围，哪怕那恐怖的飓风，也只是3种力量的其中之一。火焰、雷霆、飓风3种力量只是落下了其一，哪怕只是飓风落下来的力量，也只是很弱的一小部分。伏魔仙儿距离深处的距离还极为遥远，但显然他已经有些难以支撑。少主大人，楚风第一时间就向伏魔仙儿走去，可是走着走着，楚风却是神色一动，随着距离靠近，楚风能够听到伏魔仙儿口中所说的话。伏魔仙儿明明是想解救伏魔少羽，可他却一口一个少主大人的呼喊，这让楚风猛然间意识到，伏魔仙儿与伏魔少羽的关系似乎并不像他所认识的那么简单，包括他们2人的奶奶似乎也很不简单。少主大人，少主大人，若是无法支撑，就离开此地吧。少主大人，仙海仙儿不知楚风已经来到，他仍在努力呼喊，想让仙海少羽听到，可是在这里，他的力量遭到了压迫，哪怕他已是声嘶力竭，这让他意识到，在这个只看天赋的地方，他的修为似乎已无用武之地。忽然间，虚空之上轰鸣阵阵，抬头观望，仙海仙儿顿时面如死灰。此时从天而降的乃是恐怖的飓风，虽同是飓风，但此时落下的飓风却是他所难以承受的。哪怕乃飓风还未落下，他却已经明白了一切，只是为时已晚。他的所有力量在此地都大打折扣，他连呐喊的力气都没有，又怎有力气抵挡那从天而降的恐怖飓风？然而就在仙海仙儿觉得他要命丧于此之际，却又突然有一道身影挡在了他的身前。这个人自然便是楚风，但令仙海仙儿感到震惊的是，此时楚风的周身竟然萦绕着一层力量，那是一层淡淡的光芒体，看上去极其薄弱，可就是那层淡淡的光芒体，竟硬生生的将那从天而降的恐怖飓风给挡了下来。而就在仙海仙儿震惊的功夫，楚风则是抓着他的手腕，开始向那恐怖力量的最外围行去。楚风，我们周围的那是什么？仙海仙儿对楚风问道。尽管眼下那光芒体也将仙海仙儿护在其中，但仙海仙儿知道那力量与他无关，是楚风带来的。我也不知道，我进入此处就已经有了，就好像是这里赋予我的力量。楚风对仙海仙儿说道。赋予你的力量，那为何我没有？仙海仙儿问道。这个楚风不知如何回答，他总不能对仙海仙儿说，可能是你天赋太弱，所以才没有被赋予这种力量吧，那也未免太打击人了。可虽然楚风什么都没说，可是仙海仙儿却也大概明白，尽管这很伤人，可他却也早有准备。仙海少羽警告他不可踏入此地，也是有原因的，他的天赋的确还不足以进入此地。楚风，务必将我族少主大人带回来。仙海仙儿对楚风说道。不是你哥吗？怎么变成少主大人了？楚风眯着眼睛问道。而楚风此话一出，仙海仙儿则是脸色大变，他猛然意识到他说错了话。算了，你不用对我解释。见仙海仙儿一脸为难，楚风则是说道，我还是直接问你的少主吧。仙儿，离开此地，到外面去等我们。楚风又对其说道。然而仙海仙儿却不太想离开，因为他放心不下仙海少羽。可就在此时，头顶之上传来的轰鸣越发刺耳，抬头观望，头顶的力量竟然发生了变化，火焰、雷霆、飓风3重力量越发凶猛，比之先前威压也在提升。倘若说之前他们所在的地方还算是安全区域的话，那么随着头顶力量的增强，哪怕这里也变得不再安全。怎么会这样？仙海仙儿不安的同时，更是感到不解。这里是一个完全超出他掌控的地方，让他内心的恐惧几乎达到了极致。听话，到外面去等，不然你在这里，我是要保你周全，还是去帮你的少主？楚风对仙海仙儿问道。其实就算楚风不说，仙海仙儿也能看懂眼前的局面，他已经帮不到楚风他们什么，继续留下来只会添乱。楚风，你也要小心。留下这句话后，仙海仙儿便转身离去。至于楚风，则是赶忙向那力量深处行去。尽管楚风知道越是深入越是凶险，可楚风却别无选择。果然，一切都如楚风所料一样，伴随着楚风的深入，那从天而降的力量也是越发凶猛。起初只是飓风，紧接着火焰也如瀑布一般从天落下，最后那雷霆也是如同猛兽一般，夹带着阵阵咆哮，向楚风攻击而来，欲要将楚风轰成粉碎。但令楚风意外的是，那围绕在其周身的光芒比楚风预想的还要强大，竟连那3种融合的力量都能够挡得下来，并且挡的还较为轻松。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任此处力量再恐怖，但只要有着光芒体在，就根本伤不到楚风一样。就这样，楚风开始加快自己的脚步，尽管随着他的深入，那袭击他的力量仍在不断增强，可却依旧会被楚风周身的光芒体所挡下。这种情况下，没过多久，楚风便来到了这力量的最中心区域。在这里，楚风也是见到了仙海少羽。少羽兄，你这是在做什么？看到仙海少羽，楚风不由大声问道。因为楚风发现，此时的仙海少羽已是御空而起，不仅仅在这力量的最中心，还在向那力量靠近，并且其实他的周身也有一重如楚风一样的光芒体，那光芒体同样能够保护仙海少羽的周全。可是眼下，仙海少羽却将那重光芒体给驱散开来，他就好像不需要保护一样，正在用自己的肉身承受那不断对其攻击的力量。这个行为让楚风极为不解，因为看仙海少羽此时的模样可不乐观，他已是脸色苍白，面容扭曲，尽管他紧咬牙关尚能坚持，但继续下去必然会危及其性命。楚风兄弟，你来了。看到楚风，仙海少羽那原本扭曲的脸上竟对楚风露出了笑容。少羽兄，你在做什么？为何要用你自己的肉身承受这力量？楚风问道。他之所以这样问，是楚风知道仙海少羽此举必然有他的道理。楚风兄弟，你仔细感受一下，仔细观察一下，
以你的本领，应该看得出来。仙海少羽对楚风说道，并且说完这句话后，仙海少羽便闭上双眼，再度专心承受此处的力量。而较为诡异的是，当仙海少羽闭上双眼之后，那向他攻击的力量竟然变得更为汹涌，就好像那对其攻击的力量是强是弱，仙海少羽能够操控一般。见此情形，楚风也不再追问，而是开始仔细观察。而这一番观察之后，楚风的目光则是变得炽热起来。原来是这样，楚风忍不住发出感叹。楚风的目光变得炽热，内心也随之激动起来。楚风如今已经看穿了此地的一切，但这过程并不容易。当仙海少羽提醒他之后，楚风最早运用的就是天眼，可天眼并不能够帮助他看穿此处的一切。后来楚风发现，原来那萦绕在自己周身的那层光芒体有着引导作用，尝试与那光芒体进行沟通，并且成功之后，楚风便看穿了此处的一切。他也明白，为何仙海少羽明明有守护力量保护自己，却故意将守护能量推开，用自己的身体去承受那恐怖力量的攻击。原来是因为他在挑战此处的力量。进入此地，只要天赋足够强，就可以得到如楚风这般萦绕在自己周身的光芒体，这层守护力量能保他们安宁，这可以说是对他们的认可，对天赋的认可。有这层守护力量，他们便可安然的在这区域内进行行走。而最主要的是，他们只要与这守护力量进行沟通，还会对此处的一切有着明确的了解，甚至能够掌控那守护力量。只要主动将守护力量驱散开来，就可以用原本的肉身去承受那恐怖力量的攻击。这便是对此地发出的挑战，而挑战的同时也会得到一些收获。那收获便是让楚风如此兴奋和激动的真正原因，那是一股能够增强自己灵魂，同时增强自己血脉之力的力量。此地的力量不能让自己的修为增长，但却能够从根本上让自己得到提升。简单的说，当血脉之力增强之后，自身的天赋也将更强，这恰恰是修武者所最需要的。而这种梦寐以求的事情，此地能够帮助完成。当然，接受挑战的力度越强，所获得的奖赏越多，所以血脉之力能够增强到什么地步，还要看自己能够挑战到何种程度。楚风兄弟，与我一起吧。虽然我很想夺得此处的力量，但我也有自知之明，只是我一己之力无法夺得此处的力量，所以与我一起吧，让我们一起平分了此处的力量。就在此时，仙海少羽的声音再度响起。楚风看向仙海少羽时，仙海少羽也正在看着自己，想必他已经从楚风的表情中看出，楚风已经知道了此处的一切。少羽兄，若是支撑不住就告诉我，可莫要逞强。楚风以开玩笑的语气说道。哈哈，楚风兄，莫要逞强的可是你。此地以天赋说话，而若要比拼天赋，我仙海少羽还从未怕过谁。仙海少羽说道。你的表情可并不轻松啊。楚风笑着说道。你这家伙是不知道此地的力量落在身上有多痛，等你开始之后你就明白了。你的表情绝对比我还丑。仙海少羽说道。那可不一定。楚风微微一笑，随后说话间，那原本守护在他周身的淡淡光芒体便被楚风驱散开来。下一刻，狂暴的雷霆、炙热的火焰、恐怖的飓风便同时向楚风摧残而来。而果不其然，就如仙海少羽所说，当那力量落在楚风身上之后，楚风的脸庞也立刻变得扭曲起来。那力量当真非同小可，但楚风却尚能承受，并且随着时间推移，楚风竟能渐渐适应那对其摧残的力量。想必这也是为何楚风刚看到仙海少羽的时候，仙海少羽明明满面扭曲，疼得龇牙咧嘴，可是到了后来又能与楚风谈笑风生的原因。就这样，楚风与仙海少羽开始一同承受此处的力量。此处的力量虽极为磅礴，但随着那力量不断对楚风和仙海少羽发动进攻，其实此处的力量也在减少。原来所有攻击到他们二人的力量都会进入他们体内，换句话说，此处的力量正在被他们二人所吸收。吸收的过程会带给他们极大的痛楚，但最后的结果就是成功被吸入他们体内的力量会对他们的灵魂和血脉进行淬炼，从而让他们的血脉与灵魂都得到增强。但这力量终究太过磅礴，若想将此处力量尽数吸入体内，楚风与仙海少羽就需要不断适应那力量。只有适应的越快，他们吸收的力量才会越强，吸收的速度也才会越快。但他们二人不知道的是，虽然身在那力量之中，去看那力量的确极为恐怖，但实际上若是站在远方，从远处的角度来看，那力量其实极美，那就像是一团飘荡在浩瀚星空中的云朵，云朵之中光芒流转，雷电奔腾。在这浩瀚而黑暗的无尽星空之中，出现这样一小处金色，还真是有些惊艳。这火立于星空之上，凝视着远处恐怖力量的人，总共有着300多位，他们统一穿着深灰色的长袍，长袍上面还刻有特殊的黑色纹路。若仔细观看，那黑色纹路与雷霆很像，但因为黑色与深灰色极为接近，若不仔细观看，也根本不会注意到那些纹路。而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人整齐地立于虚空之上，几乎每个人的气息都深不可测。他们每个人都戴着兜帽，兜帽与长袍相连，不仅遮盖住头发，就连脸庞也被遮住了一半。可实际上，那另外一半脸庞也是无法看清的，因为他们的脸上都戴着面具，那是黑色的面具。那面具很是诡异，不仅仅遮盖住了脸庞，连双眼都被遮住，但实际上他们的视线并未受到遮挡。没过多久，自那恐怖云团的方向有一道身影飞掠而来，这位与这伙人一样，穿着相同的服饰，显然是同一伙人。飞掠而来之后，他便跪在了星空之上。原来这伙人虽然个个深不可测，但却也有强弱之分，其中最强的2个便立于这伙人的最前方，这也2位应该便是这伙人之中的首领。若不仔细看，这2位的装扮与其他人没有区别，但实际上
他们二人身上的雷霆纹路更为密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与其他人不一言感到是，他们二人的兜帽下面皆是露出了一些头发，其中一个为白色头发，而另外一个乃是红色头发。大人已经确定了，正在吞噬那力量的乃是2个年轻人，其中一个正是仙海鱼族的族长之子仙海少羽。那位从恐怖云团方向飞掠而来的那位禀告道，果真是仙海少羽。听闻仙海少羽4个字，这伙人的情绪竟也变得骚动起来，下意识的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为首2人中留着白色头发的那位，就连为首的2人之中留着红色头发的那位也是不由得看向了白色头发的那位。另外一个是谁？留着白色头发的首领问道。属下不知，并不是仙海鱼族的少爷。跪在地上的那位说道。能够确定不是仙海鱼族？白色头发的首领问道。属下从未见过此人。跪在地上男卫说道。继续监视。白色头发的首领说道。遵命。跪在地上那位站起身来，又向恐怖云团的方向飞掠而去。真的是你说的那力量吗？此时那位留着红色头发的首领对白发首领问道。不会有错，虽然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但绝对就是那力量了。仙海鱼族一直在探寻这宝物的下落，如今终于被他们找到了。白色头发那位说道。仙海鱼族向来自负，本不会与外族之人合作，而另外一个后辈似乎不是仙海鱼族族人，那他又会是何人呢？红色头发那位说道。这个不必在意，反正他们都是囊中之物。白色头发那位说道。仙海少羽乃仙海鱼族未来族长继承人，他既然现身，暗中必然有人守护。我们真的要出手吗？不如去找族长大人帮忙吧。红发首领说道。不会有人暗中保护。白发首领说道。你当真能够确定吗？倘若有人暗中保护，那我们可就惨了。红发首领说道。对于仙海鱼族，还有人比我更了解吗？白发首领看向红发首领，虽然有那面具遮挡，无法看到双眼，但当其直视对方时，对方却能够感受到他的目光。自然是你更了解仙海鱼族。红发首领说道。那就按我说的做。白发首领说道。楚风与仙海少羽联手挑战那恐怖力量，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并且若稍有不慎，就真的会有生命危险。但经过2人的一番努力之后，那覆盖一方星空的恐怖力量终于尽数被2人吸入了体内。此时仙海少羽脸色惨白，气喘吁吁，整个人虚弱到了极致，看上去宛如一个将死之人。可是他的脸上却布满了兴奋之色。终于成功了，我仙海少羽做到了。仙海少羽发出感叹，尤其当他将目光投向身旁的楚风后，眼中虽然也有担忧与心疼，但同时却也有着一抹自私的喜悦。不管仙海少羽再如何虚弱，可他终究还清醒着。可楚风现在却已经陷入了昏迷之中，挑战那恐怖力量越是后面越是危险，尤其最后关头，哪怕仙海少羽也险些没有支撑住，可以说是命悬一线。那一刻他甚至觉得他可能要死了，因为那个时候是最关键的时刻，必须一口做起。他就算感觉自己难以承受，也无法停止。可也就在那个时候，仙海少羽在那恐怖力量的疯狂袭击下，却又得到了蜕变。他不仅能够继续承受，不再有性命之忧，甚至他也没有那么痛苦了。最终他抗过了一切。楚风现在还活着，自然也是抗了下来。不过楚风却已然陷入了昏迷，这让仙海少羽觉得，尽管楚风天赋异禀，是得到此处力量认可之人，也是能够抗住此处力量之人，但显然在天赋方面，他仙海少羽还是更胜一筹，所以仙海少羽的内心才会有了这抹窃喜。这也不能怪他，他不是嫉妒楚风，对楚风也无敌意，相反，他很欣赏楚风。但谁不希望自己是最强的那一个呢？尤其是仙海少羽这种人，他虽然没有其他天才的狂傲，但不代表他不自负。若不自负，他就不会冒着生命危险来打开那黑色盒子，为的就是要证明自己的天赋独一无二。就在此时，仙海少羽的周身出现一层光芒体，这光芒体内蕴含着奇异的力量，这正是仙海少羽从那恐怖力量中所得到的，这是能够让他的血脉之力得到增强的力量。这力量正在与仙海少羽融合，可因为他得到的力量实在太多，所以想要融合也需要一些时间，又因为一些特殊原因，便导致这力量从无形化做了有形。父亲大人，我来此地，您极力反对，若您知道此宝物内的好处竟是能够增强血脉的话，想必会后悔当初对我的阻拦了吧？仙海少羽欣喜若狂，他并不清楚这些力量能够让他的血脉之力增强到何种地步，但在本就极强的天赋基础上，只要得到了增强，就可谓是意外收获。他相信这个消息传到他父亲耳中，他父亲也会为他感到高兴。那是，可忽然仙海少羽目光大变，他惊愕地发现楚风的身上也萦绕起了光芒，但楚风周身的光芒却比他周身的耀眼。若只是如此，也不会让仙海少羽如此。之所以会让他这般，乃所以因为楚风身上的光芒所蕴藏的力量，他是能够感受到的，那力量比他周身的要强。这样的变化，仙海少羽自然明白，但这却带给了他极大的冲击，很不解吗？可突然之间，仙海少羽身后传来了一道声音，回头观望，一道身穿深灰色长袍的身影站在身后的不远处。化魔一族，你们怎么会来这里？仙海少羽眉头微微皱起，对于这位身穿灰色长袍之人的身份，仙海少羽是清楚的。化魔一族，一个在整个浩瀚修武界都臭名昭著的邪恶势力，但他们的实力很强，强到各方天河的天河之主都不敢小觑。因为化魔一族的前身本来就是一方天河的霸主势力，只是因为后来被天河的其他势力联合推翻之后，族长便堕入了邪道，更是更名为化魔一族。最初的化魔一族成员都是有着相同血脉的同族之人，但是后来也有不少其他势力的堕落强者。假如化魔一族越发强大，
甚至如今化魔一族的实力，比之当初统治一方天河的时候还要强大。但化魔一族本不该出现在这种地方才对，这才是仙海少羽如此意外的原因。我为何会在此处？少羽少爷不必知晓，但我可以告诉你，先前的一切我都看到了。那力量，你原本无法承受，最后一重是那个小鬼发现你无法承受，所以他便加强了自己的吸收，是他救了你，所以他得到的力量更多，也无可厚非。那名化魔一族的男子说道。楚风兄弟对我的帮助，不用你说，我也猜得到。仙海少羽并未说谎，他虽然很是震惊，但当他看到楚风所得到的力量在他之上后，他就已经明白了经过。这个小子叫做楚风吗？看来他是这里的本地人。那名化魔一族的男子问道。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与你何干？仙海少羽有些不耐烦地说道。名震整个修武界的天才，仙海少羽少爷居然在这种弹丸之地，在天赋之上败给了一个无名之辈。我看你的心里很不好受吧？不过少羽少爷，你其实不必心烦，我可以帮你处理掉这个小子，把他交给我吧。化魔一族那名男子说话间，手臂猛然抬起，猛然间一股强大的吸力便自其袖口释放而出，但那力量不是冲着仙海少羽而来，而是冲着仙海少羽身旁的楚风而来。找死！然而面对那位的出手，仙海少羽却冷哼一声，紧接着仙海少羽的身上便爆发出了磅礴的力量，那威压化作有形的气息，如火山喷发一般，在这星空之中绽放。当那威压释放之后，那位奔向楚风的吸力不仅被阻挡下来，反而自那威压之中同样释放出了吸力。这吸力可比化魔一族那位要强得多，化魔一族那位无法抵挡，直接被吸到了仙海少羽身前。仙海少羽一动未动，但自其体内释放出的武力却化作一只手掌，抓住了那化魔一族的脖子，说：为何出现此地？仙海少羽凝声问道。结，不愧是大名鼎鼎的少羽少爷，小小年纪竟有如此修为。不过今日你保不住这个小子，不仅你保不住他，你自己你也保不住。那名化魔一族的族人说道。听闻此话，仙海少羽没有再说什么，但他的眼中却涌现出一抹杀机，他就要除掉这位化魔一族的族人。可就在他将要出手之际，却有一道暗黑色的光刃自远处飞掠而来。见此情形，仙海少羽赶忙向后一闪，那光刃将仙海少羽的武力手臂斩断，将那名化魔一族族人救了下来。仙海少羽将目光看向远处的方向，此时就连他的眼中也涌现出了不安。远处足足300多道身影立于星空之上，那全部是化魔一族的族人，并且他们所站立的方向，那是结界门的入口处。这些人已经将楚风与仙海少羽离开此地的道路封锁，但若只是如此，还不至于让仙海少羽心生不安。哪怕是化魔一族的族人，楚风也并不惧怕。但是此时那化魔一族族人中为首的2位气息深不可测，哪怕是仙海少羽也没有把握战胜他们2人，想夺取我们2人身上正在融合的力量。化魔一族，你们胆子越来越肥了，这是要挑战我仙海鱼族吗？仙海少羽凝声说道。少羽少爷，莫说你孤身一人在这个地方，就算是有你仙海鱼族的族人在此，我也并不惧怕。整个浩瀚修武界就没有我化魔一族不敢得罪的势力。那位红发首领说话间便释放出了磅礴的威压，随后便想要对仙海少羽出手。该死！见此情形，仙海少羽的眉头皱得更深了。当对方的威压释放出的那一刻，他就已然得知他不是这位的对手。住手！可就在此时，那白发首领却是忽然伸手将红发首领拦了下来。怎么不忍心了？然而对于白发首领这个举动，那红发首领却并不接受。他不仅没有收起威压，反而看向白发首领的目光也是充满了怒意。猛然间，白发首领的周身一阵扭曲，紧接着他的体内也是释放出了威压。那威压涌现之后，他便成为了这方星空的焦点，就连红发首领的威压也是遭到了压制。这一刻，莫说化魔一族的其他人，就连红发首领也是目光变化。显然在此之前，哪怕他们也没有意识到白发首领的实力强到了这种地步。红发首领并非白发首领的对手，是非要逼我对你动手吗？白发首领再度看向红发首领时，目光已是变得不善。见此情形，红发首领还是收起了自己的威压，但却对其说道：不要忘记，你已经是化魔一族的人。放心，我知道我的立场，但我也有权利做我的决定。你们全都退下吧。白发首领说道。你什么意思？你是想放过他们？红发首领说道。不要逼着我对你出手。白发首领说话间，那威压变得更强。很好，此事我必然会向族长大人禀告。红发首领虽然很是不爽，但碍于对方实力，他也是别无选择。在丢下这句狠话之后，便转身离去。见状，化魔一族的其他人也都是跟随红发首领离去。转眼间，这方星空之中，除了仙海少羽和楚风外，竟只剩下这白发首领一人。你们这是演的哪出戏？仙海少羽的眼中充满了戒备，他不明白这白发首领为何要这样做，但仙海少羽却知道化魔一族的危险性。少羽啊，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白发首领说话间，便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举动。白发首领竟伸手摘下了自己脸上的面具，并且摘下了自己头上的兜帽，将自己的真容浮现而出。他虽然留着一头白发，但面容却是中年模样，虽然脸上有着一些伤疤，但却仍能看出他年轻时必然是一个极为英俊之人。而看到这位之后，仙海少羽的表情则是变得复杂起来，那是又惊又喜的情绪，随后更是脱口而出：四叔，此人名为仙海人护，他乃是仙海少羽的亲叔叔，与仙海少羽的父亲乃是亲兄弟。少羽，许久不见，你的修为又增进了。仙海人护笑着说道，他的笑容非常和善，那是亲人之间才有的和善。但是面对如此和善的仙海人护，仙海少羽却高兴不起来。四叔，你真的加入了化魔一族？你为何要这样做？
仙海少羽的语气之中不仅满是不理解，同时也充满了伤心和沮丧。仙海少羽从小便得到了整个仙海鱼族的关爱，这位仙海人户也不例外。而仙海少羽与仙海人户的感情也是非常之好。只是在仙海少羽还是少年的时候，仙海人户就离开了仙海鱼族，他们已经多年未见。在仙海鱼族早就有传闻说仙海人户加入了化魔一族，但仙海少羽却始终不愿意相信仙海人户背叛了仙海鱼族这件事。少羽，每个人有每个人要走的路，现在有些事我不方便与你说，但总有一日你会明白四叔的苦衷。现在带着你的朋友离开吧。仙海人户说道。你放我走，化魔一族的人不会放过你。四叔，与我回到家族之中吧。仙海少羽说道。然而仙海人户却是笑着摇了摇头，我不能回去，至于我的安危你也不用担心，倒是你快回到家族之中，若无人保护便不要独自外出，现在的修武界很不太平。听到仙海人户这番话，仙海少羽的眼中目光涌动，尽管多年不见，但是这位四叔对他的关爱却丝毫未减。四叔，你可否告诉我，化魔一族为何要来到此地？仙海少羽问道。少羽啊，四叔我终归是化魔一族的人，我有我的底线，这件事不能告诉你。仙海人户说道。四叔，这圣光天河被认为是弱者生存的土壤，没人强者愿意到这种地方来，而你化魔一族一直在追寻力量，所到之地都是暗藏遗迹与至宝之地，如今你们大动干戈来到此地，必然是有事情要做，告诉我吧，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难道四叔您不会信任我吗？仙海少羽说道。听闻此话，仙海人户犹豫了，看他那挣扎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对仙海少羽也是非常在乎，真是拿你没办法。不过少羽，你可一定要保密，不然你四叔我可就麻烦了。随后仙海人户竟真的将他们来此的目的告知了仙海少羽。化魔一族本叫宇文天族，曾号称是整个浩瀚修武界最强的天族，乃是血脉天河统治者，后来被血脉天河其他势力联手推翻之后，被逐出血脉天河，从此宇文天族改名为化魔一族。为何改名无人知晓，但值得一提的是，改名为化魔一族后，其实力竟开始不断增强，再加上化魔一族开始接受浩瀚修武界各方强者的加入，所以化魔一族的整体实力始终在不断壮大。再加上为了追求力量与宝物，他们什么事情都敢做，手段也较为残忍。渐渐的，化魔一族成为了浩瀚修武界一个臭名昭著且令人胆寒的势力。尽管化魔一族并没有与修武界最顶尖的势力发生过正面冲突，但也有人推算，如今化魔一族的实力早已超过了当初宇文天族巅峰的实力。若是他们想，完全有机会夺回血脉天河的霸主地位。至于他们为何不重返血脉天河，夺回血脉天河，也有一些传闻。那传闻就是随着化魔一族的实力增强，他们的野心早已不再是一个道天河的统治者，而是整个浩瀚修武界。为此，他们一直在追寻着能够化魔一族变得更强的力量。而化魔一族来到这圣光天河，就是得到了线索，在圣光天河内藏匿着化魔一族所追寻的力量。若是得到这个力量，化魔一族的整体实力将会得到质的提升，化魔一族将有能力实现他们的终极目标。四叔，那力量究竟是什么？仙海少羽追问道。他此时越发不安，他早就知道化魔一族乃是整个浩瀚修武界一个不安定的因素。倘若化魔一族真的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力量，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整个浩瀚修武界必然将因这化魔一族而掀起一场血雨腥风，是能让天级血脉进化的力量。仙海人户说道。让天级血脉进化？宇文天族不是本来就已是修武界最强的天族了吗？难道他们的天级血脉还没有达到极致？仙海少羽说道。显然没有。仙海人户说道。听闻此话，仙海少羽眉头皱起。宇文天族本就不弱，被誉为将天级血脉发挥到极致的族群，倘若他们的天级血脉再度增强，那真的有些可怕，也将成为他们仙海鱼族的威胁。那找到这力量了吗？仙海少羽问道。化魔一族族长已经亲自带领族内顶尖高手提前带着来到了此地，但想必这力量没有这么快找到，也绝对不容易找到。不过他们志在必得，到了必要时刻，他们会采用疯狂的方式。仙海人户说道。疯狂的方式？难不成？仙海少羽目光变化，那不安已经表现在了脸上。如你所想，找到那力量之前，这整个圣光天河都将生灵涂炭，所以少羽，尽快离开此地吧。这圣光天河将成为修武界最危险和最混乱的地方。仙海人户说道。四叔，你加入化魔一族是不是我父亲安排的？我一直不相信你会背叛家族。仙海少羽问道。对于这个问题，仙海人户则是笑了笑，并未回答。笑容过后才说道。快走吧，带着你的朋友离开这里，不然等一下化魔一族的其他高手来了，我也不好放你们离开。听闻此话，仙海少羽也不再犹豫，尽管他还有很多话想对自己的这位四叔说，可他知道他必须离开了，于是他便扶起昏迷的楚风，准备离开此地。可就在仙海少羽将要离开之时，仙海人户却忽然说道。少羽，等一下。怎么了？四叔，仙海少羽问道。你的体内有守护阵法，那守护阵法虽能保你安宁，可力量始终有限，并且若被触发也会对你造成伤害。我听说你父亲这些年一直在想办法完善你体内的守护阵法，虽然阵法在不断增强，但始终没有达到不伤害你的地步。其实四叔我也在想办法，而最近我刚好得到一物，此物能与我仙海鱼族血脉完美融合，将此物融入你的守护阵法，你守护阵法不仅力量增强，若是触发也不会对你造成伤害。仙海人户说话间，从乾坤袋内取出一物，那是一块指甲大小并不规则的铁状物体，
看上去有些不同，但仙海少羽却一眼就看出此物乃是少见的宝物。多谢四叔。仙海少羽伸手去接，可仙海人护却说道：“少羽，让四叔帮你吧。”现在吗？仙海少羽有些迟疑。少羽该不会信不过四叔吧？仙海人护说道：“怎么可能？四叔一直都是我最信任的人。”仙海少羽笑了笑，随后便解开了衣衫，将自己的守护阵法暴露在了仙海人护面前。而仙海人护也不迟疑，而是小心翼翼的将那件宝物融入到了仙海少羽的身体之中。只是宝物入体，仙海少羽却变得痛苦起来，痛苦不断增加。很快，仙海少羽便痛得无法站立，整个人都是屈身蹲了下去，就连附在肩上的楚风也不得先放到一旁。少羽，忍一忍，很快就会好了。你不是一直觉得这守护阵法是你成长的阻碍吗？很快，它将会从你的体内消失。四叔将帮你解除心头大患。在仙海少羽痛苦之际，仙海人护的声音也随之响起。只是听闻此话，仙海少羽却意识到了不对劲，随后抬头观望，更是脸色大变。四叔，难道你……看到此时的仙海人护，仙海少羽更是暗叫不好。他发现此时仙海人护正面带笑容的看着他，只是那笑容是如此的阴险和狡诈，这与他印象中的四叔全然不同。仙海少羽猛然间意识到，他似乎上当了。忽然一阵笑声响起，紧接着那红发首领以及化魔一族的300多位镜子星空的不远处浮现。原来他们并没有真的离开，就躲在不远处暗中观察。事已至此，仙海少羽已经确定，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局。先前的内讧不过是化魔一族故意演给他看的戏罢了，目的就是想让他放松警惕。包括先前那仙海一护告知他化魔一族来到圣光天河的目的，也都是为了骗取他的信任。你不是我的四叔？仙海少羽凝声问着，眼中更是充满了怒意。少羽，你不至于这么愚蠢吧？连四叔本尊都不能确定了。仙海人护的笑容变得嘲讽起来。看到这样的仙海人护，仙海少羽知道眼前这位就是他的四叔本尊无疑。只是越是这样，他越是愤怒，他无法接受被至亲之人的背叛。你为何要这样做？仙海少羽咬牙切齿地问道。仙海鱼族被你父亲掌控后，我早就对其失望透顶。自从离开仙海鱼族那天起，仙海鱼族的所有人就都是我的敌人，这自然也包括你。我背叛仙海鱼族不是谣言，而是事实。少羽啊，少羽，你天资聪慧，天赋异禀，可终究还是被仙海鱼族保护得太好了一些。你都不懂，有时候所谓的亲情和温暖的记忆也是不可相信的。我先前我没有直接动手，就是知道你身上有那守护阵法，不想硬碰硬。但现在你已没有了守护阵法在身，以你的修为，已是年板上的鱼肉。话到此处，仙海人护探手一抓，便将仙海少羽抓起身来。紧接着，萦绕在仙海少羽体内的光芒便开始剧烈蠕动，而自仙海人护的手中，则是释放出磅礴的吸力。正是那诡异的吸力搅动的仙海少羽周身的光芒产生如此变化。仙海人护就是要趁着那能够增强仙海少羽血脉的力量，还未与仙海少羽融合，硬生生的从仙海少羽体内抽离出来。几乎与此同时，那红发首领也是来到楚风身前。他与仙海人护不同，没有直接将楚风提起，而是先取出了一个黑色的葫芦。那是一个通体黑色，但却刻着奇特符文的葫芦。葫芦取出之后，红发首领左手握着葫芦，右手捏动法诀，那葫芦上的符文便闪烁起紫色的光芒。与此同时，诡异的紫色气焰也自葫芦之中释放而出，将楚风包裹起来。那紫色气焰如同恶鬼的利爪，开始残暴地进入楚风体内，将楚风抓得皮开肉绽。但他的目的可不是将楚风杀死，而是与仙海人护一样，想要将那还未与楚风融合的力量从楚风体内剥离出来。相对比之下，仙海人护对仙海少羽所用的手段可以说是人道的多了。可哪怕仙海人护的手段不像红发首领那般残暴，可仙海少羽此时仍是发出了痛苦的哀嚎。可想而知，那被更为残暴的手段对待的楚风，则是在承受着怎样的痛楚。不过，站在远处的化魔一族看到这一幕，不仅没有一丝怜悯，反而极为兴奋，甚至冷笑连连。化魔一族，族如其名，他们与魔没有区别，这是一个真正的邪恶势力。为了力量，他们可以不择手段。如现在这种场面，他们简直见怪不怪。而他们如此兴奋，自然是因为无意间发现了星空中这场变故，并且得到了如此机缘。只要能够顺利得到楚风与仙海少羽所获得的力量，这便是大功一件，他们所有人都会得到化魔一族族长的奖赏。可突然之间，一道雷霆自楚风体内溢出，那雷霆直奔红发首领而去。突如其来之下，红发首领反应不及，被那雷霆击中了握住葫芦的手掌。啊！那雷霆击中后，竟将红发首领的手掌打得焦黑。疼痛之下，他便将手中的葫芦也丢了下去。那是什么？可红发首领还来不及多想，便将目光投向了楚风。他发现此时楚风的体内开始不断有雷霆涌现，那雷霆竟硬生生的将那葫芦释放出的紫色气焰从楚风体内推理开来，并且那雷霆正在粉碎紫色气焰。不过眨眼之间，那先前摧残楚风的紫色气焰就被楚风体内释放出的雷霆给彻底摧毁。猛然间，楚风体内有一股气焰冲天而起，紧接着在楚风的头顶之上竟有磅礴的雷霆涌现。那雷霆涌现之后便急速扩张，眨眼间便覆盖了所有人的头顶。9色的雷霆狂暴至极，覆盖了这片虚空。那等架势竟丝毫不逊色于先前那黑色盒子所释放出的力量，甚至从气势来讲，比先前黑色盒子的力量还要令人胆寒与恐惧。而与此同时，原本躺在地上的楚风竟然漂浮而起，站起身来。楚风仍然是沉睡状态，
可是他周身雷霆萦绕，黄发乱舞。那先前被紫色气焰所摧残的血肉模糊的身躯，不仅已经全部愈合，他整个人的气势也是变得极为可怕。感受到楚风体内所释放出的气息，莫说那些化魔一族的众人，就连红发首领也是眉头紧皱，不由得向后退去。毋庸置疑，此时楚风体内所释放出的力量是远远超越了楚风自身的力量。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这种弹丸之地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此时，红发首领的眼中布满了不可思议的震惊，那种目光就如同受到了惊吓一般。这是怎么回事？是守护阵法吗？见此情形，仙海人护也是凝声问道。哪怕如他这般的人物，也从未见过这种阵势。无论是那遮蔽这方星空的漫天雷霆，还是此时漂浮在虚空上的楚风，都带给了他极为不安的冲击，发自内心的畏惧。不，这并非守护阵法。红发首领说道。那是什么？仙海人护问道。血脉暴走。红发首领说道。